原文：龙入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何谓龙入若惊？龙之为下，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龙入若惊。何谓贵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谓吾有身也。即吾无身，有何患？故贵为身于为天下。若可以托天下矣，爱以身为天下，汝何以济天下？白话：龙与入在于心，贵与患在于身。龙入若惊何意？潜龙在下，得失都惊，贵大患若身何意？我执所以有患，若不执着，还有何患？因此，为天下胜过自己，才足以托付天下，治天下随心所欲，又岂能寄望于天下？龙与入其实都源于一念之心，荣耀与灾患也都系于这副躯体。那么，龙入若惊是什么意思呢？潜龙在下，未遇其时，大未之得失，难免触动心神。再看贵大患若身，又是何意？只要有我执，就有烦恼与患难。若能无执无我，又哪里还有灾患可言？所以，唯有为天下者想胜过自己的人，才能真正肩负天下。若仍以私心治事，随意而行，又怎能期待天下幸福、长治久安呢？这篇文章的作者极可能出自夏朝王室，从语气与词句来看，它应该是用来训诫子孙的文字。文中多次使用若与汝，在古语中都是你的意思，由此推断，这段话应该是对王储所说的教诲。在那个时代，夏朝或许仍延续着亲中选贤的传统，也就是说，王位未必一定传给儿子，更不像后世那样拘泥于嫡子、嫡长子的继承制度。其中的龙字，历来有人认为是宠的古字或笔误，但若不做如此解释，我们也可以将龙视为王位的象征。得王位或成为臣子，对王储候选人而言，都是震撼而巨大的考验。王位尊贵无比，却也重若千钧。一旦倾覆，不只是个人的大患，甚至连邦国与氏族都会随之倾覆。唯有抛弃我执，才能无患；没有我执，就不会生出私心；没有私心，才能真正把天下治理好。因此，文末两句正是王道思想的核心总结。故贵为身于为天下，若可以托天下矣，爱以身为天下，汝何以济天下？以历史为例，大禹治水，是为天下而忘我，所以诸侯心悦臣服，推他为共主，而隋炀帝杨广，治国自缢而为，最终只能浑说：大好头颅，谁来取？夏朝延续亲中选贤的传统长达800余年，之后夏后朝才逐渐确立父死子继的制度。到了夏桀时，穷兵黩武，征讨不服，最终众叛亲离，
被商汤斥为毒夫。所谓亲中选贤，其实是源自氏族部落时期自然形成的制度，像匈奴、突厥、契丹、蒙古、女真等民族，乃至更早的伏羲氏、神农氏、轩辕氏，无一不是依循此道而行。因此，尧舜传贤不传子，对当时的尧、舜、禹而言是理所当然的事，但上书所载与后世嫡子继承的制度相冲突，这该如何理解呢？所谓禅让，很可能是周代礼官与儒者后来的诠释。大禹禅让于义，未必真如后人所说那样失败。义是东夷氏族出身，而大禹愿意将王位传给他，这本身就说明那个时代的天下仍是公天下。就像今日的欧盟，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，都有可能成为主席，但夏朝的政治约束力比欧盟要强得多。这正是贵大患若身这句话隐含的真意。夏朝就像一堵以榫卯结构砌成的石墙，每一块石头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，却都不可或缺。正因为榫卯之间具有韧性，使得整座石墙能够抵御强震而不崩，所以夏朝才能长治久安800余年。至于大禹禅让于义的所谓失败，更可能是后人移花接木之说。历史上真正发生的，或许是以夏后齐取代了夏启之名，而抹除了夏朝800年禅让的世系，于是公天下的历史被掩盖，而家天下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。夏、商两朝行共主诸侯制，其行政约束力略强于早期的部落制度。到了西周，改行天子封建制，权力集中更多，但统治范围反而缩小。东周以后，王室衰微，礼崩乐坏，天下局势纷乱，宛如后世的五胡乱华、五代十国。秦代行中央集权制，行政约束达到历史巅峰。汉代之后改为集权封建制，汉、晋、明三朝皆有时风，而最终都酿成祸乱。若从版图与气运来看，夏、唐、清三朝疆域相近，分别确立了华夏文明的文化、势力、版图范围。东周、东晋、晚唐的乱象一如出一辙，而秦、隋、北宋的版图规模也相互映照。夏朝恰似中华文明的壮年时代，中华二字象征文化的绽放，而唐朝则似中华文明腐化阶段的壮年期，中国二字象征天朝的优越。至于清朝，正似中华文明腐化阶段的暮年期，中国二字除了疆域还有什么？这篇文章还有2个关键核心，其一是不执着的觉悟，其二是先天下的决心。后世的汉儒曾对这段文字做过篡改，他们把原文中的龙改作宠，又把原句
贵为生于为天下，若可以托天下矣。爱以身为天下，汝何以济天下？改成了如今我们熟知的版本。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济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原文中的爱以身为天下，汝何以济天下，在《道德经》中却被改作爱以身为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两者的意涵恰恰相反。黄老之学是提醒君主，若你治天下随心所欲，又岂能寄望于天下？这是一种民本思想的警示，而汉儒却把它改成了若能勤政有为，就能托付天下。这是一种君本思想的粉饰。这样的偷换概念，利用文词相似之处鱼目混珠，将原本无我利他的民本思想扭曲成了朕及天下的君本思想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：贵为生于为天下，若可以托天下矣，指的是像大禹那样为天下胜过自己，因此足以托付天下。而爱以身为天下，汝何以济天下，则可对应隋炀帝杨广的行径，治天下随心所欲，又怎能寄望于天下？隋炀帝承继开皇之治，国家统一，人口众多，器械精良，粮食充足，百姓安居，四方无虞。然而仅仅因为随心所欲10余年，竟使江山崩溃，国破身亡。这正是那句古语的印证：吾所以有大患者，谓吾有身也。当一切念头都系于我，患难与败亡也随之而生。再看贵大患若身，其中的贵指的是王位之尊，而大患则是形容那种最极致的祸患，或为人臣下，或被罢黜、推翻，甚至国破身亡。王位越尊贵，王权就越沉重，而王权越强大，所背负的大患也就越重。因此，唯有放下执着，超越私我，才有资格承受王天下的重任。这正是夏朝王道教育的核心。总之，这篇文章可能出于夏朝王除教育的典籍，或许是王师对太子的一番训导。其中那句“所以有大患者，谓吾有身也”，即吾无身，有何患？正是对王除无我、不执着的开导。所谓无我，是超越自我，放下执着，不为一己之荣辱得失所困，而能以天下苍生为念。这种精神与后世佛家的菩萨道不谋而合。王道与菩萨道其实皆有舍身为天下的情怀。真正的王道近似于菩萨道，是一条政治上无我执，以利益众生为本的治理之道。在夏朝的黄老思想里，我们能看到心经的觉悟真相，也能窥见金刚经中无为菩萨道的深层内核。然而，所谓的夏朝黄老之学，主要源自李耳对黄老著作的笔记摘抄，在经脑补历史后合理化排序，故类似金圣叹之于推背图。黄老之学不仅属于中国，也属于世界，乃至整个宇宙。胸怀有多大，天下就有多广，正如《金刚经》布道上三界一般。或许 AI 的出现正是智慧传递的新途径，
最终的目的是让有为的极端反向无为的太平，以化解当下宇宙地域化的危机。